少年，你遭此大难，必有大用，你可愿拜我为？还好赶上了，得赶紧把男主收下，不然以后我这反派不得被他打死？庶子敢耳！老夫乃上古丹帝，你敢抢老夫的传人？你对老夫做了什么？你是谁？为什么救我？青云宗长老沈青石。至于为什么救你，要是让你按那本破书写的发展，10年后你就要把我千刀万剐了。因为你长得就像个干家务的好苗子。这是什么？防沉迷保证书，大声神念出来。我萧夜自愿放弃一切奇遇，绝不跳崖，绝不捡漏，绝不跟任何半路蹦出来的老头搭话。如有违反，连花钱扣光，这算什么？我萧家满门被灭，我背负血海深仇。你让我放弃奇遇去干家务，你这简直是在侮辱我！你有本事再多说一句废话，捡起来，按手印。荒唐！天命岂是你能违抗的？这小子注定要称霸天下，你这是在逆天而行。他注定要给我洗衣服做饭。至于你，青云宗后勤处正好缺个烧锅炉的，你这种不用发工资的孤魂野鬼最合适。我家人的仇，我自己报。先把地扫干净再说。雷震子，人死哪儿去了？长老，你可算回来了！西边那个断魂崖已经彻底填平了，用了12000方土，踩得比铁板还硬。干得好！为什么要把悬崖填平？悬崖下不是常有前辈高人留下的洞府和机缘吗？没有悬崖你就跳不下去，没有深渊你就捡不到秘籍，听懂了吗？你这是暴殄天物，这是在断绝宗门后辈的成仙之路。那本破小说里写的情节，在我这里一个标点符字都别想发生。小说？什么小说？没什么，你只需要知道你安全了，我也安全了。雷震子去后勤领赏，顺便把南山那个山洞也给我炸了。有令。你的专属法器收好。堂堂萧家少主，哪怕经脉尽断，也绝不碰这等下贱之物。你这是在侮辱我！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是在救你的命。让我扫地做饭算哪门子救命？你出去打听打听，每天扫地做饭的人哪一个不是活到了7老80？那些天天喊着逆天改命、跳崖寻宝的，坟头草都2米高了。去干活！我不干！你就算杀了我，我也绝不当杂役。今天晚饭吃红烧肉。你这疯子！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吵什么？大白天的诈尸啊！那是天命之子，你竟然让他去擦桌子、去洗地！劳动最光荣，擦桌子能锻炼臂力，洗地能磨砺心境。放屁！他本该在悬崖底得到本地的无上真传，1年筑基，3年金丹，10年踏平修真界，现在全被你毁了！你到底图什么？我不用在半道上被你们这些开挂的神经病当成垫脚石踩碎。你逆天而行，迟早会遭天谴。天不天谴的以后再说，你也别闲着。今晚给我炼2炉治腰酸背疼的丹药。这2天监工填悬崖，站得我腿疼。你当本地是什么？本地炼的都是9转还魂的仙丹，练不出来，明天就把你扔进新修的汇粪池。让你天天闻着大粪味吸收天地精华。擦完了，桌子能照出人影了。水到了，把地扫了。什么时候叫我修炼？急什么？
自己练，练不会别来烦我。萧夜，东边那个角落还有3片落叶，扣你半块下品灵石的工钱。师尊，今天根本没刮风，那3片叶子是您刚刚从袖子里抖出来的。胡说八道，为师这是在考验你的洞察力。身为青云宗弟子，必须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您就是不想发这半块银石！师尊，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九霄龙吟剑？完了，天道这个狗系统又开始强行发新手礼包了。剑身在嗡鸣，他在呼唤我，这一定是天赐的机缘。手给我缩回去！师尊，剑的灵气全散了。光污染太严重，容易伤眼睛。环保懂不懂？这破铜烂铁刚好拿去垫大堂那张瘸了腿的八仙桌，随手一抹，便能镇压九霄龙吟剑的剑灵。师尊，您的修为究竟到了何等返璞归真的地步？少拍马屁！别以为垫了桌角就能偷懒，去把后山的猪圈也扫了。师尊，徒儿不明白。你有什么不明白的？猪圈太臭还是扫把太沉？徒儿肩负血海深仇，您不让我练剑，不让我拿神劈，天天让我扫地喂猪，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您管这叫练剑？拿这本3岁小孩都不看的东西来羞辱我？对，无上秘籍，练不会不许吃饭。这就是本话找火柴人的破书。那是你境界不够，肉眼凡胎看不出其中的大道。我再说最后一遍，练不会，今天晚上的红烧肉没你的份儿。自己如此潦草，甚至故意写错字，欲盖弥彰，这字面意思绝对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师尊连天降神器都能随手镇压，怎么可能给我一本废书？这其中定有我无法参透的天机。倒过来看，这火柴人的双手根本不是举向天空，这是撕裂大地。绝了！拿扫把练第8套广播体操的扩胸运动，这傻小子要是能练出名堂就见鬼了。不对，力道不对，这招伸展运动倒过来便是洞穴乾坤。单腿而立，这是彻底放弃底盘防御；双手叉腰，这是锁死自身的退路。师尊用心良苦，这王之剑法倒着练才是直至大道的无上剑意。我悟了，真正的剑意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懂了，没有剑，万物皆可为剑。不讲道理，这是最大的道理。你干了什么？师尊，徒儿愚钝，倒着练了3个时辰，才勉强领悟到一丝无视规则的因果剑意。这世界有毒，看广播体操都能劈开千斤水泥，天道这孙子肯定要急眼了。异常报告：天命之子萧夜为获取九霄龙吟剑。异常报告：萧夜领悟未知剑意，逻辑来源不详，剧情偏离度达到临界值，必须强制修正。既然你领悟了绝世剑意，那就去把后山猪圈的食槽劈一劈。原先那个太窄了，老卡住猪头，妨碍他们进食。徒儿遵命。这是师尊对孩儿剑意精准度的2次考核，徒儿绝不让师尊失望。这傻小子开挂了，天道绝对咽不下这口气，待会儿肯定要玩阴的。
这是为师不小心遗落的，而且为师有件事差点忘了，你有件婚事为师忘记处理了。跟我来。萧夜，你如今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废物，休想拖累本小姐的前程。这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吗？柳姑娘，这门亲事是父辈定下的，你若要退，退，马上退，立刻退！柳大小姐真是深明大义，我青云宗上下求之不得。你说什么？我说退婚好啊！我这徒弟成天只知道扫地做饭，干啥不行，吃干饭第一品，哪里配得起您这高高在上的天之娇女？不过既然是退婚，咱们得把流程走完，签字画押，这辈子都不许再来找他麻烦。你们难道不该觉得屈辱吗？不该说一句莫欺少年穷吗？哎呦，沈长老，金少爷来得正好。你看这位柳姑娘，门第显赫，心高气傲，正适合你们聚宝山庄。我看行。柳姑娘，萧夜给不了你的，我金百万全包了。你这个浑身铜臭的暴发户，离我远点！嫌少，再加2座灵石矿。我柳如烟绝不为5斗米折腰。再加聚宝山庄2成干骨，外加天阶护具10套。你当真愿意给我这么多？只要你跟我走，以后算账收租的活儿全交给你。柳姑娘，缘分这东西，错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这年头，猪肉都涨价了，过了这村，去哪找这种只出钱不插手的掌柜？好，这婚我退了，金百万，账本拿来我看看。师尊，他就这么走了？不然呢？留他下来吃饭吗？师尊宁愿倒贴猪肉，也要帮我摆脱这世俗的情结，斩断尘缘，方能证得无上大道。弟子悟了。你又悟什么了？只要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弟子这就去劈柴。少年渴望力量吗？你是谁？为什么从猪屎里钻出来？而且我看你这么眼熟，你不就是昨天的老头吗？本座乃上古丹帝古苍河。少年，我观你骨骼清奇，只要拜我为师，我便传你无上炼丹之术。可是我已经有师尊了。哼，你那师尊懂什么叫天命吗？跟着他，你一辈子只能喂猪。谁在我的养猪场里搞传销？老东西上次放你一马，还敢来骗我徒弟？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感觉不到天地灵气了？师尊，他好像是个几千年的老鬼。小说里这都叫随身老爷爷，是送大机缘的。什么随身老大爷？这叫没签劳动合同的非法滞留人员，给我进场打黑工。几千年怎么了？几千年的老鬼就不用遵守宗门规矩了？既然你自称丹帝，那肯定很会炼丹了。本座炼制的9转还魂丹，那是无价之宝。太好了，青云宗后勤司正缺个倒班的锅炉工，这份青云宗劳务碰合同签了吧？你让我一个上古丹境给你打黑工？怎么能叫打黑工？这叫实现个人剩余价值，包吃包住，没有5险1金，每个月练不够1万颗辟谷刀，扣你魂力。士可杀不可辱，本座宁愿魂飞魄散。那我就把胶带彻底封死，把你塞进隔壁化坟池里镇压个1万年，那里的味道比猪剑冲多了。我签还不行吗？很好，古同志，欢迎加入青云宗后勤司，这是优秀员工的荣誉，拿着，干得好，年底给你发奖金赎身。真的能赎身？违约金也就10个亿灵石吧，你努力干个800年就能还清了，我看好你。师尊，他真的能在猪圈里炼丹吗？废话，猪圈灵气最旺了，
你去把猪喂了，我回去睡个午觉。师尊连上古丹菇都能随手镇压，还让他体验底层生活，这分明是在磨练他的心境啊！古前辈，您好好干，师尊的深意，您迟早会懂的。发什么呆？茅厕外面的青石板擦3遍没有？回师尊，弟子已经用抹布擦了5遍，保证一尘不染。师尊，刚才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天上掉下一头鸟屎，已经被为师打发了，继续扫地。吾乃上古丹帝，哪来的无知小儿，竟敢将本地的栖身之所扔进这污秽之地！这世界的天道系统果然是个草台班，卡 bug 卡出复制体了。师尊小心，又有邪祟！退后，这老东西一看就是来推销假药的。放肆！本地纵横9天10地的时候，你祖宗都还没出生。少年，我看你骨骼惊奇，只要你跪下磕头拜我为师，我便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切断不了与这破桶的联系？别装神弄鬼，从天而降，破坏我宗门卫生，属于高空抛物，现判定你非法入境。你敢用凡间律法审判本地？昨天猪圈里刚掉下来一个自称古苍河的上古丹帝，今天茅厕旁边又掉下来一个。你们这些骗子搞推销，连义肢都不舍得换一个。什么猪圈里的古苍河？本地是独一无二的。少废话，这是青云宗劳务盘挺合同，签了它，你就是我宗门2号临时工；不签，我就把你连人带戒指弃进新修的汇分池里。殊死砍财，本地宁死不屈！我签。很好，合同规定每天炼丹12个时辰，全年无休，炼满10万颗9转还魂丹，凑齐违约金，我就还你自由。12个时辰，那是12个时辰啊！牛马都要睡觉的。你只是一团烟，睡什么觉？拿着本月优秀员工奖，去炼丹房报道，跟1号古苍河倒班，别让我发现你偷懒。师尊这是在磨练我的心境。师尊，弟子悟了。你又悟什么了？那老者分明是绝世大魔头，师尊不用一刀一剑，仅凭一张废纸就将其镇压，还逼迫魔头做苦力，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至高境界。师尊，要下雨了，弟子去收衣服。收什么衣服？把这碗馊饭端进去给那个新来的2号员工。刚好拿来垫门，去把饭端了。再添点柴，火候不够。老夫的保温杯里怎么没枸杞啦？顾前辈，师尊说这个月宗门经费紧张，枸杞取消了。哪个吸血鬼？本地当年在神界，别人求我炼丹都是送仙女、送神兽，现在连几粒枸杞都不给。顾前辈慎言，师尊这是在考验你的耐力。师尊，天上掉下来一把会发光的菜刀，把猪圈的顶棚砸穿了，里边的母猪都吓得口吐白沫了。顶棚修起来要10个铜板，那破菜刀能卖几个钱？那菜刀插在地上，半个猪圈都在晃。天道又发神经了，带我去看看，要是砸坏了刚砌的墙，我把那破铜裂铁熔了打马平。师尊，我感觉这把剑在呼唤我，他好像要认我为主，他在我的脑海里嗡嗡作响。闭嘴，扫你的地！脑子里嗡嗡响，那是没睡好。去厨房灌2碗绿豆汤。不是绿豆汤的问题，这剑气太霸道了。分量还行，后厨的柴火不够了，拿去劈柴。师尊，这可是天降神物，拿来劈柴是不是太暴殄天物了？神物能当饭吃，还是能帮我扫猪圈？可是他刚才引发了天地异象，剑刃上还有龙纹。龙纹能当柴火烧吗？锅里的水都快烧干了，你想让我们今晚喝西北风？但这绝对是上古神兵，
怎么，连劈柴都劈不好，还想学剑？真正的剑客，眼里没有神兵利器，只有枯木逢春。你劈的不是柴，是你的心魔，连心魔都劈不碎，你拿什么走？师尊是用这把废铁来打磨我不屈的剑骨，木柴再硬，硬不过弟子的道心。弟子这就去劈柴。沈长老，那可是上古斩龙剑，你就这么让他拿去拆柴？怎么，你有意见？这等神物，若是放在神界，连那些老怪物都要打破头去抢，剑灵会被劈散的。斩龙？现在哪有龙给他斩？猪圈里的栏杆断了，我没让他拿去当铁钉敲进木头里，已经是给他面子了。你这是在暴殄天物，你这是在摧毁修真界的底蕴。别跟我扯什么底蕴，你的10万颗九转还魂丸练完了吗？还差2万颗。差2万颗，你还有闲心在这儿看热闹？这个月的绩效还想不想要了？年底的赎神奖金还打不打算拿了？可是我的魂力已经透支了。青云宗不养闲人，只要练不死，就往死里练。去把炉火烧旺点，今晚必须赶出5000颗指标。我这就去加班，保证明天交货。金少庄主，什么风把财神爷吹来了？沈长老，当初多亏您一语点醒梦中人，我用超能力连砸了半个月，汝爷不仅没怪我，反而答应了婚期。今天我不仅特地来送喜帖，还顺便追加一笔防沉迷大阵的投资。金百万，你闭嘴！好，我闭嘴。如烟脸皮薄，沈长老别见怪。不见怪，金主说什么都是对的，只要钱到位，我们青云宗连狗都能给你训成半老。你当初好歹也是个天才，现在就在这里端茶倒水。姑娘喝茶，这茶是我师尊亲自炒的，去火。你有没有一点骨气？你被我退婚，就不想30年河东30年河西吗？你就不想把我们浩宗踩在脚下吗？你难道不想证明我当初瞎了眼吗？30年太久了，后厨的猪肉再放2天就臭了，我得去腌一下。这破天道又开始强行塞红颜劫了！解开，别挡道！如烟，你没事吧？这件衣服脏了，我明天再给你买10件天蚕丝的。你要是不喜欢，我把那家丝绸庄全买下来。你故意的，柳姑娘，这叫男女授受不亲。我可是为了你们夫妻和睦着想。再说我徒弟还得劈柴，被你砸坏了，谁干活？金少庄主，这是后山大阵第2期的预算，一共10万灵石，保证把青云宗打造成结缘恋爱、专注打会的清净之地。没问题，只要如烟开心，20万我也出。如烟，你慢点，别摔着。这泔水味闻久了还挺提神的。长老不好了，魔教已经掠过阵法，快到山下了。魔教是怎么过的阵法？又是天道长的幺蛾是吗？师尊，这怎么办？怕什么？把我桌上的那一叠书拿过来，一起跟我下山。师尊，魔教大军马上就到了，我们在这里卖极乐宝典，他们会买吗？废话，魔教的人最喜欢什么？捷径、速成。这本9块9包邮的绝世秘籍，正中他们的下怀。可是这书里画的明明是山下王大妈每天早上扭腰的动作。你懂个屁！最高深的功法往往以最朴素的形式存在。继续喊，全场9块9，练了包走火入魔，不对，包天下无敌。警告：检测至严重偏离主线，魔教入侵英雄天命之子萧夜在断魂崖底血战退敌。断魂崖前天就让我填平了，现在那里是羽毛球场，系统将强行降下路标，指引魔教大军绕过此处，直取萧夜性命。
此路不通，回去重写代码吧你。天命之子萧夜在哪里？交出人头，饶你们不死！师尊退后，我来挡住他们。挡什么挡？你把我的潜在客户吓跑了，算谁的？四位好汉，砍人多累啊！看看这本极乐宝典，买一本回去孝敬你们教主，年底升职加薪不是梦。你敢耍我们，老子现在就活劈了你！砍下去之前，建议你翻开第1页看看。你们教主最近是不是深夜总会咳嗽，运转气血时闪中选隐隐作痛？你怎么知道？因为他练的功法缺了最关键的舒筋活络篇。这本极乐宫典专治这种疑难杂症，9块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就是你说手里有本座需要的秘籍，用这种破烂来糊弄本座，你很有胆量。不许你侮辱我师尊！师尊给的都是无上绝学。厉教主，是不是破烂？您看一眼不就知道了？还是说堂堂魔教教主连看一眼的胆量都没有？这图上的小人动作怪异，看似破绽百出，实则暗含天机，左手插腰，右手画半圆，这是在引导气血冲击任督二脉。教主好眼力，这叫逐鹰起飞，最是霸道不过。第二式，双腿开立，身子后仰，这简直是逆转阴阳的奇招。教主，教主您怎么了？1、2、3、4、2、3、4。师尊，他怎么念起咒语来了？嘘，别打扰他悟道，他在经历一次伟大的蜕变。教主走火入魔了，快上去治治他！谁敢拦我？这套功法打通了本座预度30年的经脉，这种浑身充满活力的感觉，本座从未体验过。换个动作，跟我一起做扩胸运动。这节奏，这频率，本座的修罗真气完全被他牵引了。教主，您在干什么？这是什么武功？不要拦我！本座感觉灵魂都在燃烧。1、2、3、4，2、2、3、4，换个姿势，再来一次。你也来，感受这股力量，跟着本座的步子，踩点，踩准点。教主，属下不会呀！废物，连个左脚画龙，右脚画彩虹都不会，怎么光复圣教？后排的人都给我动起来！谁敢停下，本座杀他全家！你看，这才是最完美的物理防尘液。打打杀杀多伤身体，强身健体才是王道。痛快！本座这辈子都没这么痛快过。前辈高人，敢问这套功法可还有下半部？厉教主，我看你跳得挺好，很有节奏感，但下半部不单卖，要想学得办个包月套餐。多少钱？不要钱。我们青云宗地貌平整委员会正好缺几个采土砸地基的熟练工，签了这份劳务合同，你们3000人每天负责帮青云宗挑水劈柴扫厕所，每天晚上我教你们跳1个时辰。圣教听令，立刻去抢扫把，谁抢不到，今晚不许吃饭。师尊，天上那对大眼珠子是不是瞪着咱们呢？看什么看？还不赶紧回去炒大葱炒肉，饿死为师了。可是他还在毛绿光，还打雷了。打雷就去收衣服。厉教主，前辈有何吩咐？带着你的人把广场上的积水全给我扫干净，少一块砖没拖，今晚的舞步学许取消。前辈放心，小的们1、2、3、4，踩着点拖，谁敢乱了节拍，本座杀他全家！愣着干什么？
去后厨，大葱多放点。老谷，把火关小点儿，我的大葱要糊了。火候够不够？老夫的保温杯里没有热水了。古前辈，师尊说了，这个预演经费紧张，热水限量，你把火扇旺点儿，我的肉要下锅了。万恶的资本家！你赔我的猪油！别管油了，那是天道禁制，里面的东西要出来了。它掉进我的锅里了。师尊今天点名要吃大葱炒肉。萧夜，你本是天命之子，当主宰万物，君临天下。完了，这小子要黑化了。他篡改了你的命运，剥夺了你的机缘，觉醒吧，拿起你的剑，去拿回属于你的一切。这世间再无人能欺辱你。神经病！你干什么？那是你称霸天下的机缘啊！称霸天下能包吃帮住吗？能给师尊交房租吗？耽误我讨饭，师尊饿坏了，偷的可是我的工钱。刚才什么声音？是不是又有什么老爷爷从房顶掉下来了？没有，一只大黑鸟撞碎了瓦片，我已经处理了。你小子别想瞒我，但凡有发光的东西靠近，立刻用修正胶带贴死，懂不懂？懂，师尊。大葱炒肉马上出锅，您去外头坐着等。多放点肉，少放葱。非法变量，你该被清理了。第321条，你该死在断魂崖下。第504条，你该被抽筋剥皮。你把悬崖填了，把禁地改成了猪圈，你让我的世界线崩溃了。剧本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不能强买强卖啊！这是天命金书，拿上它，去完成你的宿命，杀掉你面前这个篡改剧本的骗子。宵夜，拿去垫桌角。3号桌那个腿又晃了。好嘞，师尊。错误，剧情偏离度100%，变数必须全部抹杀。从我师尊的锅盖上滚下来！你疯了吗？他是阻止你称霸天下的罪魁祸首。他是我师尊，他用假剑谱骗你，克扣你的机缘，把你变成了一个毫无尊严的保姆。你懂个屁！师尊扣我零花钱是为了磨练我的心性，让我扫地是为了让我感悟世间最质朴的因果律。不可理喻，我是来帮你清理反派的。天命，称霸天下。抱歉，我锅里还炖着排骨。如果这就是天命，那我连着天一起走了。逻辑错误，严重偏离，无法运算。既然剧本作废，那就连你一起格式化。师尊，你先走，我拿锅铲拍他。打架多伤和气，既然你是个系统管理员，咱们就讲讲道理。既然你非要讲规矩，那我们就来聊聊这份10年前签的防沉眠保证书。废纸，改变不了你们被抹杀的命运。不识字，我念给你听。第3条明文规定，乙方宵夜自愿放弃在此位面获得的一切金手指、随身老爷爷天降秘籍及越级挑战特权。第5条，若有任何名为天道的第三方机构强行摊派机缘，均视为恶意寻衅滋事，乙方有权拒绝签收。荒谬！我是世界法则，我不受契约约束。法则是维系世界运转的底线。这份协议是他完全清醒、无胁迫状态下签字画押的，白纸黑字，红泥手印。他不要你的天命，你现在强行塞剧本，违背当事人意愿，这叫强买强卖。天命不可违，天命不可违。天命也是给人服务的，他觉得切葱比打架快乐。
这就是他的人权。你一个破程序，连个实体营业执照都没有，凭什么干涉我青云宗的内部劳务合同？这不符合修仙基本法。我这辈子最怕死，但我更怕我养了10年的大葱，被你这破程序当韭菜给割了。无法解析，无法覆盖，主观意志与剧本冲突，逻辑报错，运程终止。连天道都能拿劳务合同怼死，万恶的资本家！唉，师尊，这铁牌子挺沉的，拿去卖废铁，补贴下个月的买菜钱。好嘞，等吃完饭，我去把后山的猪圈再扫一遍。排骨炖烂了，我给您端出来。不用端出来了，去屋里吃。再盛2碗米饭，今天多吃点。1、2、3、4，1、2、3、4，2、3、4，换个动作，再来一次。沈长老，外边消停了。消停了，顾同志，你刚才躲得挺快啊。老夫这不是为了保全咱们后勤司的核心技术吗？万一老夫有个3长2短，谁给您炼那10万颗9转还魂丹？别找借口，今天的绩效扣10分。别啊！老夫这就去加班，保证今晚连开3炉。师尊，刚才打架耽误了点时间，这土豆丝有点凉了，我给您回锅热热。不用了，凉的也挺好，下饭。再盛2碗米饭，今天多吃点儿。刚才骂那个系统管理员，费了我不少口水。好嘞，给您盛最底下的锅巴，焦脆。师尊，您尝尝，这葱可是我在后山用灵泉水浇出来的，可甜了。果后不错。那等吃完饭，我去把后山的猪圈再扫一遍。去吧，顺便看看雷震子那帮人把东边的水沟挖通没有。师尊，其实我刚才有点害怕。怕什么？怕那个系统把你强行带走？怕我万一真走了，以后没人给您做饭，您每天只能吃老古炼的那些黑乎乎的丹药。少臭美，没你我照样能雇10个厨子。师尊最心疼钱了，才舍不得雇10个厨子呢。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1、2、3、4，2、2、3、4，后排的动作整齐点，手抬高。这可是沈长老传授的无上心法，谁敢偷懒，本座剁了他的腿。这帮跳广场舞的还没走。厉教主说，他们要在山门外跳满3天3夜，以谢师尊传功之恩。吵死了！吃完饭你去传个话，告诉他们小点声。告诉厉赤峰，既然跳得这么有劲儿，顺便把从山下到广场的台阶全给我擦一遍，不擦干净，下半部的功法他这辈子都别想拿到。可是师尊，那本画册不是一共就10页吗？哪来的下半部？王大妈昨天又编了一套新的扭秧歌步伐，我花3文钱抄过来了，改天装订一下卖给他。师尊高明，这样咱们下个月的菜钱又有着落了。那是，别光说话，吃肉。只有一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和窗外并不优美但绝对整齐的广播体操口号。天塌不下来，塌下来也有合同顶着。